夜色未退，天下的局势却已暗流涌动。公元前206年，汉军自汉中沿陈仓道北上，突袭关中。陈仓之战中击败章邯。刘邦之所以敢在这个节骨眼上对章邯等人下手，不是盲目冲动，而是嗅到了战机的味道。彼时的齐国早已按捺不住不满的情绪。齐国贵族出身的田荣，表面上对项羽恭顺，心里却对他的安排耿耿于怀。等到时机一到，他便废掉了项羽亲封的齐王，自立为王，还大放厥词，要打败这位西楚霸王。一边是刘邦已经占据了关中的大半江山，一边是齐国风声鹤唳，蠢蠢欲动。项羽左右为难，不知先镇压哪一方。就在这时，张良出手了，他给项羽写了一封信，信中言辞恳切，说刘邦得了关中就心满意足，不会再有更大野心。可那些其他封王才是真正想吞下天下的威胁。项羽看后，果然放松了对刘邦的防备，把全部兵力投入到平定齐国的战事中。项羽果然不再防范刘邦，全心全力去攻打齐国。等到楚军和齐军交战的时候，刘邦就开动军队朝东边挺进，借义帝的名义拉拢各处诸侯讨伐西楚霸王。汉2年，公元前205年4月，刘邦率军攻打楚都彭城。此时彭城防守松懈，军队都被项羽带去镇压齐王田荣。刘邦趁机在洛阳召集了几十万人马，分为几队朝彭城进军。留守在彭城的楚军将领龙驹和项佗出兵抵抗汉军入侵，遇到从西边包抄而来的汉军将领曹参、灌婴和周勃，三人很快乘围巾经山东东冥横渡黄河，并在定陶打败了龙驹和项佗，然后占领了胡陵，经山东鱼台东南，另一路乘叶县经河南叶县西南到阳夏，从南边包抄彭城。最后一路则由刘邦亲自带领，夏侯婴等将领和诸侯王的军队都在这一队中。他们攻占外环，经河南南考东南，然后向东挺进，半路上遇到彭越带着3万人马前来归顺。刘邦很是高兴，封彭越为魏相，派遣他去攻打梁地，经河南东北部。这之后没多久，刘邦轻而易举地进入了彭城。正在齐国打仗的项羽听到自己的都城被刘邦占领后，气得暴跳如雷。奈何军队都投入到和齐国的战争中，项羽决定赌一把。他领着3万精锐士兵，日夜兼程，先是攻占了萧县，让刘邦军队无路可逃，然后趁刘邦在彭城内大肆欢庆的时候发起进攻。项羽以一敌百，战士们大受鼓舞。早上开始交锋，中午时分就已经把汉军打得连连败退。刘邦率众人躲在谷水和虬水经江苏徐州西周围。惊慌失措的汉军你退我挤，早已没了纪律。楚军没费多少力气就诛杀了10多万，剩下的汉军继续朝西南方向逃跑。楚军又在灵璧把汉军团团包围，逼迫10几万汉军跳进睢水中。项羽以为这次一定能抓住刘邦，没想到天空中突然刮起一阵夹杂着沙石的大风，吹得人睁不开眼睛，打在身上生疼。刘邦一看老天都在帮助自己，便撇下大军，只带几名骑兵仓皇逃跑。彭城一战，刘邦损失惨重。原本答应和刘邦结为同盟的诸侯王，被项羽的气势吓得不轻，全部倒戈投靠楚军。汉2年6月，韩信打败了前来剿灭汉军余部的楚军。然后刘邦再次招募士兵，在荥阳休养生息，继续和项羽抗衡。章邯一直在和刘邦交战，到了7月，他终于坚持不住，被刘邦击败，最终自杀了。刘邦又派人劝说英布离开项羽，彭越还不时在楚军周围来点小动静。项羽此刻已是头痛不已，北方的魏国已被韩信攻占，魏王豹被俘虏，代国和赵国也相继灭亡。不久，项羽开始反击，楚军把荥阳围了个水泄不通。这下刘邦急了，不知道该怎么逃出去。正好身边一个谋士给他献了条计策。这个谋士叫陈平，也是从楚国跑来的。他对刘邦说，项羽身边的范增是他最得力的帮手，
只要史记让项羽不再信任范增，楚军必将不堪一击。于是刘邦开始散播消息，说范增和汉国私下里有来往。项羽又一次中计，范增又气又恼，辩称自己年纪大了，准备回老家，匆匆离开项羽，却不料半路病发，没到家就死了。范增的离开削弱了楚军的实力，刘邦假派别人去投降，也没有让项羽起义。趁这个机会，刘邦终于从团团包围中逃出荥阳。出逃之后，刘邦和韩信联合起来攻占了陈皋，又逼得楚军主力离开荥阳，去保护正被彭越入侵的下邳。公元前204年7月，荥阳和陈皋再次被项羽占领。同年11月，刘邦招募大批新军，彭越攻打居阳（今河南商丘南），项羽不得不调动军队前去战斗。陈皋又一次落入刘邦手中，守城将军曹纠被汉军杀死。项羽在居阳打败了彭越，但军队损失不小，他顾不得给士兵补给装备，马不停蹄地赶到广武（今河南荥阳北）驻军，和汉军相对而立。不巧的是，韩信和灌婴已经把项羽的后路堵死了。楚军的粮食已经不多，士兵的战俘也十分紧缺。在这绝望的情势之下，项羽只好接受和刘邦讲和，双方各占一半江山，以鸿沟为界限，西边是汉国，东边是楚国。公元前203年，项羽撤军，刘邦见楚军离开之后，也打算回到汉中。张良和陈平却不这么想，他们认为楚军撤退正是汉军发起进攻的好时机。眼看楚军势力大减，人心尽失，不如乘胜追击，灭掉楚国，从此天下就是汉国的了。项羽万万想不到，刘邦竟然撕毁条约，趁人之危。楚军一边抵抗，一边退居到垓下。刘邦则集结了韩信、彭越等诸多将领，率70万人马前来围攻项羽。楚军一连作战好几次，士兵都疲惫不堪，人数也仅剩下10万。在汉军密不透风的包围下，项羽率领的骑兵队和后面的步兵队被分割开来。汉军先是假装逃跑，吸引项羽和骑兵队追击，然后从左右两边夹击步兵队。这一战，楚军共损失4万人马，被汉军俘虏了2万人马。跟随在项羽身边的士兵只有不到2万人，项羽无奈，只有再次退到垓下休整。晚上，项羽在营中饮酒，虞姬陪在一旁，忽闻帐外传来楚人的歌声，四面八方皆是。项羽惊讶极了，认为自己没了后路。他凄凉地唱着：力拔山兮气盖世，时不利兮骓不逝，骓不逝兮可奈何，虞兮虞兮奈若何。这便是闻名后世的垓下歌。虞姬自知项羽如今只有拼死一搏，杀出重围，自己在他身边始终是个累赘。于是在项羽唱完之后，虞姬悲伤地和他告别，然后拔剑自刎。虞姬死后，项羽便率领800精兵突出重围，这正是刘邦的计谋，用歌声逼迫项羽杀出来。项羽一路上斩杀了不少汉军将领和士兵，但韩信、周勃、樊哙等人一直在后面穷追不舍。项羽几经曲折，终于跑到乌江边上，800士兵只剩下26名。江边有一条船，乌江的亭长对项羽说：江墩虽小，也可让大王休养生息，请大王即刻随我过江。项羽仰天大笑，对亭长说：想当年我带领几千江东子弟渡河打天下，如今只剩我一个人回去，就算江东父老不怪着我，我也愧对他们。说完，汉军已经追了上来，项羽和士兵们奋死抵抗，个个杀红了眼，26名士兵全部战死，项羽也伤痕累累，最后提剑自杀。公元前202年，刘邦在伐楚胜利后，封韩信为楚王，封彭越为越王，众人恭请刘邦称帝，一统江山。刘邦先是推辞一番，部下便以天下安危和百姓幸福为由，请他不要再推辞，刘邦这才答应下来。公元前202年2月，刘邦在定陶宣布即位，建立汉朝。